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自然说中文，我是阿杰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安，阿杰。你今天精神看起来很好。是的，因为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件让我妻子小爱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哦，你给她准备了什么浪漫的惊喜吗？哈哈，不是浪漫的惊喜。昨天半夜12点，她突然头痛。哎呀，半夜生病是最麻烦的，你们去医院了吗？没有，她问我能不能开车去外面的药店买点止痛药。然后呢？你拒绝了她？我告诉她，在现在的中国，半夜12点出门买药太落后了。我猜你拿起了你的手机，对吧？没错，15分钟后，药就送到了我们家门口。她震惊得连头痛都忘记了。哈哈，中国的外卖系统确实像变魔术一样，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。如果你正在准备 HSK 1级到3级考试，今天的播客会教你很多生活词汇。记得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点什么外卖。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中国独特的万物皆可送的外卖文化。小安，当小爱第一次发现中国外卖能送药的时候，她的反应真的太有趣了。哈哈，他是不是以为外卖只能送披萨或者汉堡？完全没错，在他的国家，外卖基本上就是快餐，而且送货费很贵。所以，当你在半夜12点说要点外卖买药的时候，他是什么反应？他以为我在开玩笑，他说：“现在是半夜，哪有外卖员给你送药？”这对外国人来说确实很难想象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外卖软件，搜索了止痛药。软件上一定显示了很多24小时营业的药店吧？没错，我选了离我们家最近的一家，直接下单。从你下单到收到药，花了多长时间？你绝对不敢相信，只花了15分钟。哇，那确实非常快，小爱肯定吓了一跳。他看着那个穿着黄色衣服的外卖小哥，就像看到了超级英雄。在午夜为你送来健康的超级英雄。他甚至问我，这个服务是不是特别贵，是不是需要高级会员？哈哈，那你是怎么回答他的？我把手机递给他看，配送费只要5块钱。5块钱，不到1美元，这简直太划算了。从那天晚上起，小爱对中国的外卖软件产生了深深的敬意。我猜他现在已经完全离不开它了。完全正确，他发现外卖能送的东西远远不只是药和饭。小安，你平时最常用外卖软件买什么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因为我几乎什么都买。举个例子，除了做好的饭菜以外。比如今天早上我发现家里没有牛奶了。然后你就点了一瓶牛奶的外卖。对，我点了一瓶鲜牛奶，1把葱，还有2根香蕉。哈哈，这听起来完全是一次去超市的购物清单。但是我不需要出门，半个小时内他们就送到了。小爱最近也发现了这个秘密，她现在买水果全靠外卖。买水果确实很方便，你甚至可以要求老板帮你把西瓜切好。没错，昨天她点了一杯咖啡，只有1杯哦。为了买一杯咖啡付配送费，在他的国家是不是很罕见？是的，他觉得为了5块钱的配送费，让一个人骑着车跑几公里，有点不好意思。
但是他还是点了，对吧？当然，因为咖啡送来的时候，冰块都还没融化。这就是中国外卖的魅力所在，不仅什么都能送，而且速度极快。还有一次，我忘了带钥匙出门，被锁在外面。哎呀，那你怎么办？叫开锁公司吗？不，我用了外卖软件里的跑腿服务。你让外卖小哥去小爱的工作单位拿钥匙。完全正确，外卖小哥去医院找到了小爱，拿了钥匙，然后直接送到我家。这真的太神奇了，外卖小哥简直无所不能。甚至连鲜花、猫粮、指甲剪，只要你想得到，都能在1个小时内出现在你面前。难怪小爱现在不想出门了。是的，他现在已经彻底被中国的外卖系统宠坏了。既然小爱这么喜欢点外卖，那她一定很喜欢看手机上的地图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他简直把它当成了一个电子游戏。哈哈，因为大家刚开始用的时候都这样，看着那个代表外卖小哥的小电动车在地图上移动。没错，有一天我在客厅看电视，听到他在房间里大喊大叫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外卖送错了吗？不是，我跑进去问他怎么了，他指着手机屏幕说：“不，他为什么要左转？那是反方向。”哈哈，他肯定以为外卖小哥迷路了。是的，他非常紧张。他说：“他离我们只有200米了，为什么突然掉头了？”你告诉他原因了吗？我告诉他不要紧张，外卖小哥通常一次会送好几个订单。对，他可能刚好要去旁边的楼先送另一个人的午餐。但是小爱根本听不进去，他就像一个体育解说员一样，实时播报。他在等红绿灯，他进小区了，是这种感觉吗？完全一样。最后当门铃响的时候，他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我觉得地图追踪这个功能确实增加了点外卖的乐趣和期待感。不过，有时候看到外卖小哥在下雨天赶路，也会觉得他们很辛苦。没错，所以每次恶劣天气点外卖，我都会在软件上多给他们一点打赏。小爱现在每次开门拿外卖，都会用她最好听的中文大声说：“谢谢，辛苦了。”这真是个好习惯，外卖小哥一定会觉得很温暖。毕竟他们是维持我们日常生活运转的超级英雄，也是确保你半夜不用开车去买药的救命恩人。虽然外卖真的很方便，但我发现它有一个严重的副作用。副作用？你是说我们会变胖吗？变胖只是其中之一，更可怕的是，小爱现在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技能。失去生存技能，这个说法太夸张了吧？一点都不夸张。昨天我们在做饭，突然发现酱油用完了。楼下不是就有一个便利店吗？走路只需要3分钟。没错，所以我对他说：“亲爱的，你能下楼买瓶酱油吗？”他拒绝了你？他看着我，就像我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要求。哈哈，然后他拿起了手机。对，他说：“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软件上买？他们20分钟就能送来。”可是去楼下买只需要6分钟啊。我也是这么告诉他的，但是他说穿鞋子、坐电梯、排队结账太浪费精力了。看来他已经达到了外卖依赖的最高境界。是的，甚至连楼下的奶茶店他都不愿意自己去买。因为外卖软件上可能还有满减优惠，算下来可能比在店里买还便宜。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。
当外卖比自己去买更便宜、更方便的时候，谁还愿意出门呢？我承认，我也经常这样。周末的时候，我可以在家待整整2天，一步都不离开。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、下午茶，全靠那个按门铃的超级英雄。有一次，我家的猫看着一直按门铃的外卖小哥，可能以为他就是给我送食物的主人。哈哈，在你的猫眼里，外卖小哥才是家里最重要的人。无论如何，中国的外卖系统确实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。对，虽然我们会开玩笑说自己变得越来越懒，但这种便利真的让人无法拒绝。现在，当我在国外旅游，半夜肚子饿却点不到外卖的时候，我就会非常想念中国的外卖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故事里的实用句式。第一个句式是连都，这个句式用来强调一种极端的情况，表示甚至连最不可能的事情也发生了。没错，比如在故事里我说，小爱现在非常依赖外卖，甚至连楼下的奶茶店她都不愿意自己去买。你也可以用它来形容其他事情，比如这道题太难了，连老师都不会做。第二个句式是既然就，这个句式表示先承认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，然后基于这个事实得出一个结论或者决定。比如，当你发现自己很累，不想做饭的时候，你可以说，既然我们都不想做饭，那我们就点外卖吧。或者，当你在外卖软件上看到了巨大的优惠券，你可以说，既然有这么大的折扣，我们就多买一点吧。现在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词汇角落。第一个词，不可思议。不可代表不能，思代表思考，议代表讨论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没错，当我们说一件事情不可思议的时候，意思是这件事太神奇了，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比如，小爱觉得半夜能买到药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这个词很有表现力。你可以说，这座建筑的设计真是不可思议。第二个词，依赖，依代表依靠，赖也代表依靠，依赖，依赖。依赖的意思是依靠某人或某物来生存或获得满足。比如，阿杰刚才说，小爱现在非常依赖外卖。是的，如果你每天都必须喝咖啡才能工作，你就可以说，我对咖啡产生了严重的依赖。第三个词，跑腿。跑代表奔跑，腿代表双腿。跑腿，跑腿。跑腿的意思是帮别人做一些需要到处走动的小事，比如送东西或者买东西。在外卖软件里就有一个专门的跑腿服务。没错，你也可以在生活里用这个词，比如你生病了，你可以请朋友帮忙。你能帮我跑个腿，去超市买点水果吗？今天的词汇是不是非常实用呢？现在到了我们的作业时间。没错，今天的作业是，在你们的国家，外卖方便吗？你用外卖买过的最奇怪的东西是什么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用中文回答，我们非常期待看到你们的留言。如果你们觉得今天的播客对你们学习中文有帮助，请别忘了点赞和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，祝大家都有一个吃好喝好的一天。再见。